I think that we're about to see one more crash. It won't be the end game, but it'll be one more crash that takes the stock market to new lows by April, is my forecast. Between now and April, another 40% crash, greater than the S&P down 34, 35, greater than the 20% crash for that. Ever since 2018 top, which was the first bubbly top, we've seen every crash take us to new lows, but every stimulus rebound take us to new high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e high soon, and we're never going to see this high for years. And that the next crash is where investors lose confidence in the Fed and governments endlessly stimulating a dead economy. So suppose the stock market does crash in April, would you be buying at the bottom there? Would this be the greatest buying opportunity in your life? I would say if we see another new low in the stock market, I would predict we are not going to see new highs on the Dow, S&P, NASDAQ, biotech. You pick anything but maybe kind of somewhere down the line, Bitcoin. You're not going to see new highs on anything for decades, because you didn't see new highs after 1929 for 24 years in 1953. When you get this big a reset from this big a bubble, that's what happens.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北美韭菜日记，我是九九。刚刚这段采访，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听了之后作何感想？这位大哥叫做 Harry Dent， 出版过多本全世界畅销书籍，也是著名的股市预言家。他的成名战是成功预测到了1989年日本的股灾以及之后迷失的一代人。最近一阵子 Harry Dent 一直在唱衰美股，他认为在4月之前，美股将会经历一次高达 40% 的特大型回撤，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内都不会重回新高。唱衰美股的人年年都有，但是像他这样程度这么夸张，并且还给出了明确时间点的，的确还真不多。印度神童可能和他有一拼。我自己之前是非常讨厌这类唱空的声音的，觉得就是市场的噪音，无视掉就好了。不过最近可能心态有所转变，觉得空头们的声音虽然刺耳，但是如果耐着性子听完的话，也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收获的。今天的视频呢，主要就是想把最近看到的 Harry Dent 在接受采访时候所说的看空的理由进行一个大汇总，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哪些是你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又觉得非常有道理的观点。视频的最后呢，我也会给出我目前对市场的解读，以及应对未来股市里种种不确定性的方法。微牛最近2月开户送股票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美国有 SSN 的用户开户就送一只美股，首次入金$100再奖励一只美股。国内身份证开户的用户，美股首次入金大约$1000就赠送5只股票，港股入金大约1万港币就赠送美团股票1只，并且享受180天完全免佣金的福利。OK， 首先先来说一下 Harry Dent 看衰美股背后的底层逻辑。Harry Dent 对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非常有研究，他认为可以通过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预测经济大环境以及股市未来的走势。大家都听说过婴儿潮这个词，就是指各国的生育高峰期。每个时期的婴儿潮一代，在他们成为社会主力时，都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刺激作用。但同样，等他们退休之后，就会给各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负担。这里我用负担这个词，也纯粹只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现象，不涉及任何年龄歧视，希望大家不要多想。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叫做 Life Cycle of Consumption， 根据这个理论，各个国家婴儿潮一代也都会有自己的消费高峰期，就是在他们20岁刚进入职场到46、7岁，他们的下一代可以独立生活，之后的人生中开销也会大大降低，所以经济也会进入由需求减少而导致的衰退期。就是通过这么简单的逻辑， Harry Dent 观察到在80年代末期，日本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已经步入中年，到达了消费高峰期，也就是经济最繁荣的一段时期，而他们的下一代在数量上又出现了脱节，所以他预测出了日本1989年股市的大崩盘，以及之后长达几十年的经济衰退。按照他的理论，美国应该有和日本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目前这种级别的大衰退在美国到目前为止他是还没有看到过的。在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消费高峰期他说是在07、08年，所以在那之后，美国经济也应该进入一段长时间的衰退期。金融危机是一次非常好的经济重启的机会，可以通过进入一次大的萧条期，淘汰一大批弱势公司，美国经济体也可以开始自己去杠杆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经济周期。但是美联储却在这个时候人为的进行干预，推出了量化宽松、印钱、推高股市，在调整还远不到结束的时候强行插手，破坏了经济运行的规律。这种做法在疫情之后则更为夸张，
2020年 M2 货币供应量增加了 20%，3.4 万亿新增的资金流入市场， 2.2 万亿财政开销用于刺激经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已经是历史最高了，在去年则更是加速上涨。这种做法短期内的确是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创造出股市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股市和经济基本面的脱节只会越来越严重，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呢，他认为现在的股市过于乐观，认为有了疫苗之后，经济很快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准。Harry Dent 说，实际情况并不会是这样，疫苗效果到底如何，现在还存在太多不确定性。许多行业，包括旅游、娱乐、餐饮这些，在1-2年之内也不会得到喘息。而且由于远程办公已经成为了趋势，商业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水准了。根据他的统计，在美国所有的上市公司里，有 19% 的公司目前都是没有能力偿还那些债务产生的利息以及将要到期的本金的。这些公司他称为僵尸公司，目前也都还在苟延残喘着。当这些公司开始一个又一个的递交自己 Chapter 11破产保护申请的时候，他预计会是今年的4-5月份，这个有可能成为股市崩盘的导火索。而且他预测，在下一次的崩盘中，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美联储的货币宽松也不再会起到任何效果，美国经济将会进入新一轮的大萧条时期，股市在今后的数十年内都回不到之前的高位。以上这些内容差不多就是 Harry Dent 看空美国股市几个比较主要的观点了，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接受采访的原版视频。在上周，他也和 Me Kevin 有过一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直播，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描述栏里。我说一下我听完了之后的感受。第一感觉是他的这些观点也都还算比较逻辑自洽，尤其是他通过人口结构变化来预测经济走势，这个观点也算是符合经济学客观规律的。而且他之前也的确预测到了日本的股灾。不过我们都知道，股市之所以难以预测，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复杂因素了。我自己并不认为是可以简简单单的通过人口结构趋势就能预测到的。我对 Harry Dent 不算特别了解，所以就对他的背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查，看一下他之前预测股市的战绩。90年代成功预测到了日本股市的顶部，以及说道指会到达1万点，这两个都算是成功预测到了。在2000年的时候，他预测道指将会在之后的几年到达4万点，纳斯达克将会到达13000到2万点的水平。这个预测离现在已经有接近20年了，但是依然还都没有实现。在2013年的时候，他预测股市在那年的夏天就会崩盘，然后将需要1到2年的时间来重回新高，这个也从来没有发生。2016年，他预测如果特朗普当选，道指将会跌回17000点，当然了，这个还是没有发生。Harry Dent 之前成立过2只基金，第一支成立于1999年，叫做 Dent 人口统计基金。显然他是想把他在人口结构和经济之间的联系运用到投资上。这支基金在之后的几年大幅跑输了大盘，在2005年的时候被另外一支基金给收购了。2012年他卷土重来，创立了自己的 ETF，3年后下市，原因依旧是大幅跑输大盘，并且同时还收取了高达 1.65% 的基金管理费。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 Harry Dent 都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了。我对他的感觉就是知道如何去写畅销书，懂得如何在媒体上发声吸引眼球，但是投资这个事情还是交给别人来做吧。尤其是他每次的预测都会加上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点，虽然勇气可嘉，但是准确度上还是有待商榷。当然了，我对 Harry Dent 不算特别了解，也没有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如果有哪位朋友读过他的书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里纠正一下我的偏见。不过虽然我不信 Harry Dent 的预测，也并不能代表说如今的股市的确就没有泡沫了。当下我最担心的问题其实还是美联储不断增加的资产负债表，毕竟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未来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没人能知道。查理芒格在一次采访中也说到，美联储现在的这种做法已经和玩火自焚非常接近了。看了以上这些内容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恐慌，所以我决定放一段女股神 Cathy Wood 近期接受的采访来给各位压压惊。First of all, I'm thinking of our clients every day, all day, and truth be told, all of my IRA is in our funds and GBTC, which is the only way I can gain exposure to crypto, or at least Bitcoin there. So I'm in there with you.
we're aligned. We're on the same team. That's great. But the other question, are we in a bubble? I do not believe so. And I am very happy that many people are worrying that we're in a bubble. I experienced the late 90s bubble. And yeah, the value investors out there were really worried. And they think they're going to have their day in the sun again because they did so well during the tech and telecom bust. I don't think that's the case now. I think that the seeds for what we're experiencing now were planted back then. Too much capital chased those opportunities too soon after too few opportunities. There were too few opportunities and the technologies weren't right. The costs were way too high. We're at prime time for those 5 platforms now and those 14 technologies. And we've just begun. And they're going to be very disruptive and maybe destructive to a lot of value spaces. Not everyone, but anyone looking at price to book, watch out for that book. It may disappear because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yone looking at that high dividend yield saying, I got to hold on to the stock, be suspicious of high dividend yields if that company is in harm's way. And I would say there's about 50% of the S&P 500 in harm's way. Why don't we? I think we're in a bubble because if you look at equity flow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8, and remember, we had a big market in 2017, so you'd have expected flows to really start to gush.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then is there's been net liquidation. If you just look at ETFs and mutual funds, there's been a liquidation to the tune of $350 billion if you take away share repurchases. Don't count those. But if you look at fixed income, there has been a net inflow of roughly $900 billion. So think about that, a $1.2 trillion gap there. I will not believe we are in a bubble, equities that is, until we see that relationship flip. I believe bonds are in a bubble. And for investors like ARK to say, look, truth will win out. Make sure you're on the right side of change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disruption and destruction taking place out there, and it will take place at an accelerated rate during the next 5 to 10 years. So be careful. 我觉得咱们作为散户投资者，现在的市场到底是泡沫还是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带动的经济复苏，咱们当局者迷也根本看不清楚。我自己的万金油策略就是，首先要有一份来自投资以外的稳定收入来源，预留出足够的生活开销、应急资金，以应对股市崩盘、经济衰退。这部分资金的用途就是，即使我丢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之后，依然可以用这部分钱来还房贷、维持生活。我自己在生活中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部分资金也会预留的比较多。如果股市真的崩盘的话，也可以抽出一部分用来抄底股市。另外，用于投资的资金里，股市也不是我的全部，我投资的还有房地产、实业，还有相关性比较低的比特币。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持有那些基本面良好、可以穿越熊牛的好公司。以上只是我个人的风险把控策略，倒不是说我这么做真的就是觉得股灾要来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市场行情当中，我的这些做法也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差别，最多可能就是调整应急资金的多少。也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分享一下你自己应对股市回调甚至是股市崩盘的做法。OK， 那本期视频就暂时先带来到这里了。如果觉得给你带来一些收获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9月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